这期又是护国岛的隐藏路线。白天小渔村寻找海鲜大排档，晚上金安超市买，夜宵再来一碗地道的越南果菜，牛肉河粉搭配灵魂香料，跟我一起吃起来吧！我对面开始唱歌，好嗨啊！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文文，我们今天要出发咸宁渔村去吃海鲜。咸宁渔村位于护国岛的东海岸，一个靠打鱼为生的传统渔村。村口最显眼的地标就是印着兰花蟹的大招牌。因为是咸宁渔村的特产，所以咸宁的花蟹又获得了越南官方认证，叫做咸宁蟹。这一段的风特别大，而且好多沙，可能要带一个围脖，还有戴这个袖套，不然那沙打在身上有点疼。过了一个桥，哇哦，渔村，我们已经到咸宁渔村了。咸宁渔村的海鲜大排档基本都在海边，我们也没有明确的餐厅，打算逛一逛，看哪家人多就去哪家。这风太大了，然后你看我的发型已经完全没了。Yes， 你好，你好。它这里的店呢都是靠海的这种的，海上高脚屋，现在是退潮，但是这边真的有点难找，一定要看地图点一下，然后找它的路。你选海鲜，然后告诉他煮法。How much this one? Just the one. How much? 1 kilo 700. Is it alive? 活的。哦 ，OK。是50 gram。我们11点多到的，估计还太早，没什么客人。店家英语也不好，沟通全靠手机翻译和图片。250。哦，250。你上次吃的是这个 half kilo。How much? 1 kilo 1 million and 700。在目前看来，它这个价格比我们在南部那个海鲜餐厅吃的有点贵耶。好多小螺。这么多？这边还大螺呢，就说明这边的螺类特别多。可能他都这边。直接挖了吗？给你了。我会跑来这边吃的，也是对海鲜是真爱了，然后觉得这边比较新奇一些。辣椒酱。另了一个青蟹，他说这个 good。我们在沙捞越也是这种蟹吧，也是青蟹，挺大的。我刚才说这就是 girl， 沉浸式吃烤带子，昨天在轮船上吃，觉得特别好吃，然后今天又来点，它壳都烤得很脆，而且越南烤就是用花生来烤的，特别香。我觉得应该油也是用黄油或者用花生油。它其实已经分离了，只是拿这个壳做托盘而已，一口饭。我觉得同样烤吃这一口，味道一模一样。我觉得他们有个统一的标准。我们吃了好几个螺，还是这个螺最好吃。那我们这次已经解锁了好几个好吃的海鲜。这是后面能吃吗？这个我们那天在 UT 哈，就南部的海鲜排档那边吃，还挺好吃，脆脆的。像这个甜辣酱吃。哇，蟹球儿，这蟹球不是很大。泰国卖这蟹特别贵，上次我们吃那个瓦包的蟹就是这个蟹，沙捞越红树林吃的咸蛋黄炒蟹也是这个蟹。刚才老板来说，你们怎么把螺的尾巴给去掉了？这个才是精华部分 ，very good。但是桃叔，你吃的还有什么感觉呢？该有点。我对面开始唱歌。好嗨啊！更好吃，真的。海边蹦迪，他们竟然在唱 K。我觉得它这个青菜就是水里捞出来拿出来了，就没有料，完全没有料，直接吃原味嘛。又来了外国人。你就是外国人，一天到晚讲没有外国人。来了欧美人。PPC 啊。刚才我们是拿4只皮皮虾嘛，然后他说必须要半斤才可以炒。这天吃太多皮皮虾了。但我觉得它这里皮皮虾不够大耶，皮皮虾，它是拿来炸的，然后再拿来炒，所以有点缩水了，刚才比这个大一只。这可以吃啊？这个可以吃啊？
看这个薄的部分已经炸的跟他们这边越南有个叫米子的好像啊。可以吃，我吃掉。补钙不小其实，因为它你看肉已经紧紧的粘着这里。炸出来有点类似于虾干那种感觉。这首歌也好熟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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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版权？非常好看，蛮好吃的，跟我们前几天吃的都不一样的味道。口味感觉完全不同。因为前几天他们都是拿油炸来炒的。这大辉的全新版本。你吃它的钳子啊，那个钳子很脆，真的很香。这个鱿鱼有多大？桃叔，你试一试，你点的小卷，它是不是这种是叫鱿鱼？这已经不是小卷了，这是大卷了，还两只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吃下去，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。他刚一直推荐我们用炒的，但是桃叔坚持要用清蒸的，因为我们以为是小卷嘛，就是上次那天晚上点的那个小卷里面有籽的。兄弟们抱个头，有籽，你看，真是好过啊这些。哇，里面那么多膏，发现他们这边吃鱿鱼是不去外面的那层膜的。我们吃鱿鱼会把外面的膜给拔掉，因为说那个膜胆固醇不过高吗？鱿鱼边边，哇，好多蚊子。我会吃出甜的感觉。哇，好脆！这个边边就是它飞的那个翅膀边，这鱿鱼很新鲜，脆甜。我们以前在芽庄吃过龙虾嘛，我觉得很便宜。我吃螃蟹腿。桃叔吃螃蟹腿尖尖，很得意呀，有嘚儿里的小。我们前面那个一线海景的位置已经坐满了，坐了2家。但是我就是有个疑惑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就是说本地人的价格跟国外人价格是不一样的？应该差不多，没有导航是真找不到。太隐蔽了，都在小路里面来拐进来拐进去的。渔船体验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这一定要天气好才能来。还能表演。他们在聚会，在唱歌。这边就是有蚊子，还有蚂蚁，这个环境挺好的。我们这顿吃了135万越南盾，你觉得这价格如何？差不多吧。我还是觉得我们在南部的 UT Hut 那边更划算一些，但是这边的环境是不错的。如果想体验这种渔村鱼排的环境的话，可以来这边。但是这边我们是从中部骑摩托车过来，还是比较远的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还送我们一瓶水。下午我们在富国岛中部的海滩逛了逛，雨衣的海浪都比较大，但是中部的海滩沙子比较粗，而且海水总是有一股若隐若现的海鲜味。它这边的海水都有一股海鲜味。给我吃碗大鱿鱼，手海臭。因为明后天要去北部了，据说那里的物价很高，所以今晚决定去金刚超市买点零食带去。我们晚上到 King Kong 来买点吃的。富国岛中部有3个 King Kong Mart， 最大的就在这里，有2层楼。要买伴手礼、土特产的，在这个超市都能搞定，而且价格比夜市上还便宜。我拿一个了，我想吃香蕉干。我想吃菠萝蜜干，再买个这个香蕉干。原来做成花的一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芒果干。哦。这个淘金娘这边特产淘金娘，绿豆糕，你要吃吗？大采购哦。只会买米子回家吃吗？就是吃跟没吃是一样的。那买个试吧。买了这个美式的，看这个爷爷好像有点有名的样子。哎，你说这些东西在胡志明买会不会更便宜？这个就30多块钱。这玩意这里怎么会这么便宜？不知道，可能产地就这里吧，你来看呀。我在印尼买，起码一瓶70多，80、70、80的 ，Made in USA。它是特供的是吧？怎么这么便宜？比日本200片，比日本买还便宜啊！这是 why？ 200片，这是 why？ 后来我们去了胡志明，总感觉胡志明超市的东西没有金刚的便宜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可以看，就你头上还挺好看的了。他真的这个装油鸡，这个叫烧拉拉。这个泰国跑过100块钱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好买哦。我就刚才都有一点不能自拔了，因为我们要跑摩托车，所以要赶紧走了，只能买点吃的，然后买个帽子。改天走的时候来这边采购一番。对，我觉得比扬州夜市那小的King Kong要好买多了。我这里买了51万多，大概140多人。我们今天晚上来吃顺化牛肉粉，在我身后的这家。越南河粉从北部到南部又演变了多个口味，
我们今天来的这家既有顺滑偏辣的牛肉粉，又有偏甜的西贡果条。OK。 Thank you。哇，你这个有点厉害哦。糖叔点的是牛骨的，好大一碗哦。然后我这个是 special 牛肉混合的柠檬，我好喜欢这个味道。你很喜欢这味道吗？我非常喜欢这种菜。我不能换，我换一个。不知道这是什么菜，今天第一次看到。 有点像在吃胡椒，然后但是后劲是苦跟冲，折了满满的叶子。我刚拌了料，它这酱料是拿来沾肉吃的。喝口汤，有点满足。其实我会送你，请求你。你送我。太多了。它这个牛骨汤3大块，里面是有水的，这个牛骨肉炖得很烂哎。 一撕就下来了，有点牛肉干的味道。应该是拿来卤过了。我这里面有牛肉，它还有牛蹄筋，沾点料吃。这个牛蹄筋非常有嚼劲，Q Q的，像果冻一样。他家牛肉炖得太好吃了，是这种粉。 哇，巨重！我刚才想单手拿起来拍个照，结果我发现我单手拿不起来，这么大。有技术的。太好吃了！如果住在中部的小伙伴，一定要来这家，好吃。我这边有牛腱子肉，还有这种瘦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牛蹄筋。那牛蹄筋太好吃。它里面要加这种黄辣椒，特别的好吃，很辣。 哇，这看得出来，它这家店还有做牛骨水汤，肉也很多，我吃到现在还有肉。你这家是赞不绝口。这家跟那家河粉，我哪个第一名？那家石锅好吃，这家主要它牛肉特别好吃。就这家老奶奶很热情，帮我们坐下来，她跟我们讲说这个哪个好吃。最终我们吃了20万越南盾，吃的好爽，那全身都汗，鼻子上也是汗，好辣，好酸，好爽。 福建人也是很能找吃的，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签证。上午拜下妈祖，下午就出现在世界各地。